从中国大陆赚钱最多的10大经济体，第1名会让你大吃一惊。本期虎先生奇谈，盘点中国大陆10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地区。每年有一批国家和地区靠着向中国大陆出口资源、芯片、高端原材料，持续从中国大陆市场赚取大额收入，形成长期稳定对华贸易顺差。今天这期榜单，我们依托海关总署2025全年完整货物贸易统计，盘点对华顺差规模前10的经济体。换个通俗说法，就是从中国大陆赚钱最多的10个对象。2025年，中国大陆全年货物贸易总额创下历史新高，但贸易结构呈现极度分化。中国大陆对全球近80%经济体保持顺差，靠机电、整车、光伏、轻工商品外销获利。同时，仅53个经济体实现对华顺差，其中前10位就吃掉了超4万亿的进口差额。这些经济体分为2大核心类别，一类是资源出口国，依靠石油、铁矿石、粮食、矿产换取中国制造；另一类是高端制造与半导体经济体，凭借芯片、精密化工、高端设备占据产业链上游，赚取高附加值利润。很多观众会产生一个误区，贸易逆差等于吃亏，但看完完整榜单你会明白，每一笔大额逆差背后都是中国大陆工业化、民生保障、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刚需，是产业链安全、产业升级必须付出的成本。今天我们从第10名倒序，逐一拆解，看清每一个经济体靠什么从中国大陆赚钱，这种贸易结构背后藏着怎样的能源底牌，科技短板与全球地缘博弈。第10名，智利，对华顺差1210亿元。南美资源出口大国智利是中国大陆铜、锂核心供给国，依靠新能源刚需矿产常年保持对华顺差。智利是全球第1大铜矿出口国，同时锂矿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铜、锂是动力电池、光伏、电网设备、新能源整车的基础原料。中国大陆新能源产业高速扩张，每年需要稳定从智利进口大量铜精矿、碳酸锂，仅矿产一项就占据智利对华出口70%份额。除此之外，车厘子、三文鱼、纸浆等农产品也是对华出口主力，填补中国大陆高端生鲜、造纸产业链供给缺口。反观中国大陆，对智利出口以光伏组件、工程机械、家用汽车、通信设备为主，商品附加值偏低，贸易规模远不及矿产进口总额，常年形成1000亿级逆差。在地缘层面，智利近年全面推进对华本币结算，铜矿大单绕开美元中转，同时主动脱离美国主导的拉美经济框架，依靠矿产贸易绑定中国大陆庞大制造业市场。不同于日韩靠高科技盈利，智利完全依托自然资源，形成对华顺差，是中国大陆新能源产业链不可缺少的海外原料基地。只要中国大陆储能、电车行业持续扩张，对锂铜资源的刚性需求不会减弱，智利会长期稳居逆差榜单前10区间。第9名，伊拉克，对华顺差1399亿元。中东石油出口国伊拉克依靠原油出口稳定赚取对华顺差，是中国大陆多元化能源进口渠道关键一环。伊拉克经济结构极度单一，90%财政收入依靠石油外销，而中国大陆是伊拉克原油前2大买家。2025年国际原油均价回落，但中国大陆原油进口总量稳步上涨，全年自伊拉克进口大量原油、成品油，保障国内化工、交通、能源供给。除此之外，硫磺、化肥原料、少量有色金属也是对华配套出口品类。中国大陆销往伊拉克的商品集中在基建设备、家电、工程机械、纺织、日用品，整体货值远低于原油进口金额，持续形成1000亿级贸易逆差。地缘角度来看，伊拉克长期受地缘冲突、美元制裁影响，主动加大原油人民币结算比例，依托对华能源贸易平衡，对美经济依赖，同时借助中国大陆基建企业修复国内油气管道、公路设施。伊拉克代表了典型中东产油国的贸易模式，以化石能源换取工业品。这类资源型逆差国共同构成中国大陆分散马六甲单一油气进口风险的战略布局。第8名，秘鲁，对华顺差1437亿元。南美矿产大国秘鲁是全球铜、银、锌核心出口国。2025年对华顺差大幅扩张，近2年全球新能源、电力建设推高铜资源需求，秘鲁铜矿、贵金属矿对华出口量同比上涨近20%，带动进口总额大幅走高。中国大陆电线电缆、动力电池、电力设备工厂高度依赖秘鲁低价铜矿石，
同时鱼粉、农产品只将补充民生与饲料产业链供给。中国大陆向秘鲁输出光伏电站成套设备、公路工程机械、新能源整车、通信基站，出口商品以终端工业成品为主，附加值有限，无法抵消矿产进口带来的差额。在地缘博弈层面，秘鲁左翼政府持续推进资源国有化，同时加深对华经贸绑定，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降低美元债务风险。秘鲁、智利、巴西共同构成南美矿产供给三角，三大资源国常年占据逆差榜单中游位置，印证中国大陆制造业对海外矿产资源的刚性依赖。第7名，俄罗斯，对华顺差1540亿元。横跨欧亚的俄罗斯近3年对华顺差持续暴涨，依靠能源、粮食、矿产从中国大陆稳定获利，同时承担中国大陆能源安全后路角色。俄乌冲突后，西方全面封锁俄罗斯海外市场，中俄贸易结构彻底重构，俄罗斯对华出口品类全面扩容，原油、管道、天然气、动力煤、钾肥、铝矿、小麦、玉米全覆盖，陆路管道、远东港口多条运输通道并行，完全避开海运单一风险。能源、粮食、化肥全部是中国大陆国内工业、民生刚需，进口规模连年走高。中国大陆对俄出口以新能源汽车、家电、轻工、日用品、光伏设备为主，虽然出口增速可观，但整体货值依旧低于能源、粮食进口总额，形成稳定千亿级逆差。金融层面，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占比突破80%，卢布与人民币直接交割，彻底脱离美元清算体系。很多观众认为中俄贸易中国大陆全面占优，但数据给出客观答案。能源资源出口让俄罗斯每年从中国大陆市场赚取千亿级顺差，这种逆差本质是中国大陆为能源多元化、地缘安全付出的战略成本，具备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第6名，阿曼，对华顺差1550亿元。中东海湾产油国阿曼，小型油气出口国里对华贸易顺差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大陆海上油气进口补充渠道。阿曼地处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位置，原油、液化天然气是核心出口商品。中国大陆国内炼化、交通行业每年稳定自阿曼进口油气资源，分散沙特、伊拉克原油进口集中度过高的风险，同时少量铜矿、海产品补充对华出口清单。中国大陆销往阿曼的商品集中在基建、机械、光伏、设备、家电、建材，出口体量难以追赶，油气进口金额常年保持千亿级逆差。外交层面，阿曼奉行中立路线，不跟随欧美对华出台限制政策，主动推进石油人民币结算。海湾6国中，对华经贸开放度位居前列。阿曼、伊拉克、俄罗斯共同说明一个规律：所有能源出口国几乎都会对华形成稳定贸易顺差。能源安全是中国大陆长期存在进口差额的核心底层逻辑。第5名，瑞士，对华顺差2350亿元。欧洲高端精密制造小国瑞士是榜单里唯一不靠资源，纯依靠高科技赚取大额对华顺差的欧洲国家。瑞士国土狭小，无大型矿产，农业产能有限，却常年稳居逆差榜单前5。核心竞争力来自全球顶尖高端制造产业链。对华出口主力分为3大板块：高端精密医疗器械、高端化工原料药、精密机床与钟表、精密零部件。中国大陆国内3甲医院高端影像设备、生物医药原料、高端工业仪器大量依赖瑞士进口，这类商品技术壁垒极高，短期自主替代难度极大，单品类进口金额动辄数千亿。反观中国大陆对瑞士出口以光伏组件、整车、基础机电、轻工消费品为主，附加值差距悬殊，每年形成2000亿级别大额逆差。地缘层面，瑞士永久中立国身份，不受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束缚，高端设备对华出口限制极少，成为中国大陆获取欧洲精密制造技术配套的重要窗口。瑞士代表另一类逆差经济体，不靠资源，依靠独家高端技术垄断产业链上游，赚取长期高额利润，也是中国大陆高端制造升级重点突破的对标对象。第4名，韩国，对华顺差3216亿元。东北亚制造业强国韩国常年稳定对华保持3000亿级别顺差，是中国大陆半导体显示产业链核心上游供给方。中韩贸易结构性逆差已经持续10余年，核心根源在于产业链分工差距。韩国对华出口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基材、电池隔膜、汽车精密零部件、特种光刻材料，全部是手机、新能源汽车、电视、
储能设备生产不可缺少的核心中间品，占据产业链高利润环节。2025年，中韩贸易总额2.37万亿元，进口芯片、面板、原料金额大幅高于整车，光伏出口总额、顺差规模稳居榜单前4。虽然中国大陆半导体显示产业持续自主突破，但高端存储、薄膜材料、特种化工原料短期依旧无法完全替代，产业刚性需求支撑长期逆差。地缘层面，韩国受美日韩芯片联盟约束，部分高端设备出台对华管制，但民用半导体、电池材料贸易并未中断。产业互补刚需抵消地缘政策带来的贸易收缩。韩国是典型中间制造国，靠上游零部件盈利的范本，也直观反映中国大陆高端材料、半导体产业链仍存在明显短板。第3名，巴西，对华顺差3204亿元。南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依靠农产品、矿产双主线形成高额对华顺差，牢牢守住榜单前3位置。巴西是中国大陆粮食安全核心保障国，全球第一大豆、牛肉、玉米出口国。中国大陆国内饲料加工、肉制品、粮油行业超60%进口农产品来自巴西。同时，铁矿石、铝土矿对华出口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支撑国内钢铁基建产业链。农产品加矿产2大刚需品类共同推高进口总额，每年形成超3000亿贸易逆差。中国大陆向巴西出口新能源整车、光伏储能、5G 基站、基建成套设备，虽然出口增速连年走高，但货值依旧无法覆盖粮食、矿产进口支出。近2年，中巴全面推行大宗商品人民币直接结算，绕开美元中转，降低汇兑损耗。同时，巴西持续推进去美元化，带动南美多国同步扩大资源对华出口。巴西的逆差规模证明，粮食安全与工业矿产供给是中国大陆愿意长期维持大额进口差额的2大核心刚需。第2名，澳大利亚，对华顺差3860亿元。大洋洲资源巨头澳大利亚，榜单纯资源型经济体里顺差规模最高的国家，铁矿石、锂矿、天然气牢牢锁定对华贸易优势。澳大利亚高品位铁矿石长期占据中国大陆钢铁原料进口半壁江山，锂矿、液化天然气、动力煤紧随其后，基建、汽车、动力电池、火电行业全部高度依赖澳方资源供给。即便近年中澳外交摩擦不断，外资审查、智能设备限制层出不穷，但矿产刚需无法切割，全年资源进口金额持续走高，近4000亿对华顺差断层领先所有资源国。中国大陆销往澳大利亚商品以终端消费品、光伏、工程机械为主，商品附加值低，整体规模有限，和矿产进口存在巨大差额。经济结构决定澳大利亚根本无法脱离中国大陆市场，矿产出口占全国财政核心收入，失去对华订单将直接冲击本国经济根基，形成政经分离的特殊贸易格局。澳大利亚代表资源出口国的极致案例，仅凭单一矿产资源，每年从中国大陆市场赚取近4000亿收入，是中国大陆产业链资源供给最大的单一海外来源国。榜单第1名，毫无悬念，中国台湾地区。2025年大陆对台全年贸易逆差突破 1.05 万亿元，断层领先所有主权国家与经济体，是名副其实从大陆市场赚钱最多的地区。两岸贸易逆差的核心根源是半导体产业链的高度绑定。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主力为存储芯片、逻辑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光刻、配套材料，大陆全球最大终端电子产品、新能源整车制造基地、手机、电脑、动力电池工厂高度依赖台湾半导体产能，单芯片品类进口金额就突破万亿级别。除此之外，精密化工原料、汽车零部件也是稳定出口品类。大陆销往台湾的商品集中在农产品、基础化工原料、新能源整车、日用消费品，出口规模不足进口一半，形成万亿级巨额逆差。两岸海运便捷，关税优惠，电子产业链数十年深度交织，大陆庞大终端制造市场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生存发展的核心根基。随着大陆芯片自主化进程加速，未来两岸贸易差额会逐步收窄，但短期之内万亿级别的顺差规模没有任何地区能够赶超，稳居榜单榜首。